Open settings. Activate self-exploration mode. 这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未来科技。仿生人妻子在未来男女比例严重失衡，导致很多男人都找不到老婆。AI 公司抓住商机，研发了一款仿生人，要想干什么只需下达指令即可。不仅身材相貌无可挑剔，甚至皮肤都比真人更加丝滑，学习能力也很快，上到厨房下到洞房就没有仿生人学不会的。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生孩子。AI 公司为了弥补这一缺憾，同一时间推出了仿生宝宝。总之一句话，市场需要什么 ，AI 公司就提供什么。这宣传口号似乎有点熟悉。男主威廉就是这家公司的特工。不久前妻子意外去世，让他悲痛不已。公司为了能让他安心工作，特意按照他亡妻安迪的模样，1:1为他特别定制了一个。不仅拥有人类的感情和认知，还植入了妻子生前的一些记忆，这让威廉兴奋不已，迫不及待将其带回了家。Open your eyes. Welcome home. 威廉触碰安迪的一瞬间，炽热的内心就开始躁动，恨不得马上就带着他去卧室。可仿生人刚开始并不是什么都会，甚至连走路都不稳。还好威廉及时扶住了他，但仿生人适应以及学习能力都很快，没一会便可以行动自如，家务活更是手到擒来。刚出场的仿生人更像是一个才出生的孩子，对各种事物都充满了好奇，平时还会研究各种穿搭，还想给自己化妆，结果一不小心力道大了，但这对他并不会有任何影响。Open makeup tutorial. 更关键是到了晚上，他还会主动为主人提供服务。 Would you like Meredith to touch you now? Yes. Please activate intimacy settings. 接下来的画面知道你们不喜欢，所以我就贴心的剪掉了。为了保证每天的正常运作，仿生人每晚都要进行充电。Begin charging. 即便是在充电状态下也没有闲着，而是会进入到一个梦境。梦境里有一个接待员，会帮仿生人模拟平时的生活场景，以便他们快速融入主人的生活环境。而自从仿生人问世以来，每天都有大批女性在街上抗议，说仿生人也应该有人权，不应该去给男人当奴隶。与此同时，新闻报道说又有2名仿生人失踪了，这已经是本周丢失的第15个了。这让安迪很疑惑，仿生人不是只能听从主人吗？他们抢走有什么用？威廉说这并不是个人所为，而是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会改掉仿生人已有的程序，从而听从于他们，然后在身上绑上炸弹进行恐怖袭击。而威廉的工作就是帮公司找回这些仿生人。很快他赶到公司，根据公司这边给的情报，立马开车前往目标所在地，手持武器悄悄潜入屋内。一个男人还在那自娱自乐，咣当一拳直接放倒，在屋内发现了丢失的仿生人，随后将他们交给了公司，他们会将这些仿生人重新编程，再完好无损的交给客户。但由于过程太过繁琐，通常都是聚集一些批量操作。但奇怪的是，最近有几个仿生人程序总是错乱，1个月来这里10几次，本打算将他们销毁，但他们的主人很不舍，每次只能重新编程再送回去。而在家中无聊的安迪进入梦境学习，却碰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。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给了他一张带有小鸟图案的卡片，说能帮助他找回曾经真实的记忆，随后便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一脸疑惑的安迪找到了梦境接待员，询问关于面具人的具体信息，可接待员也从未见过。没办法，安迪只好作罢。隔天，安迪通过脑中的记忆，将小鸟图案绣在抱枕上送给了威廉。威廉看到后突然变得有些惶恐。You don't like it? No, I love it. 有点心虚的威廉给安迪讲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那天你独自一人在公园看书，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被深深吸引。听着威廉讲述往日的点点滴滴，安迪开心的不得了。当天晚上，他便迫不及待再次进入梦境，告诉接待员他想成为威廉真正的妻子，想看看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Is this seat taken? Yes. You're not William. 出现的竟然是那个面具人，这让安迪很疑惑。What do you want? This is where it all started. This is where I met William. Why are you following me? I don't know you.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. Stay away from me. Remember, Meredith. Wake up. 是威廉及时唤醒了他，他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了威廉。威廉说这只是一个噩梦，不要怕。然而自己却慌慌张张地来到门外，将安迪送他的抱枕扔进了垃圾桶，很显然是隐瞒了什么。第二天，公司说发现了一个逃跑1年的仿生人，根据消息就躲在这栋大楼里，让威廉尽快抓回，重新编程还给客户。虽然对方整了容换了发型，但经验老道的威廉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恳求威廉能放过自己。他说无论自己重新编程多少次，他都不会喜欢上以前那个主人，他想有自己的生活。威廉当然不会同意，这个仿生人脾气也很倔，丢下包包直接从17楼跳了下去。仿生人自然不会死，带回公司只是多花一些功夫而已。但最让威廉后怕的是，仿生人竟然有了自主意识。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老板，觉得如果这样持续下去，仿生人动手杀人是迟早的事。老板觉得这只是一个意外罢了，他绝对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放弃仿生人带来的巨大利益。与此同时，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
黑姐说她跟面具男是朋友，并说面具男想约你在梦境中见面，帮你找回以前的真实记忆。安迪觉得对方是想把自己骗走，重新编程做一些恐怖的事情。晚上威廉回到家，发现安迪又在编织抱枕，脸色一下就变了。原来安迪发现之前送的抱枕不见了，打算再做一个送给威廉。 Thanks. 随后将白天的事情告诉了威廉，威廉打算一探究竟。他找来同事老黑，给安迪带上了一个设备，这样就能看到梦境里的一切。进去后，安迪来到了一座古堡，面具人也从角落走了出来，这次终于露出了真容。 All of your memories of me were erased. I'll never stop coming for you, Meredith. How do I know you? 神秘人给了安迪一个地址，让他记住，出了梦境后去这里找自己。而这一切都被外面的威廉看在眼里，让老黑立马带人前往，结果却发现竟然是一个陷阱。但好在外面的威廉发现了目标，上去 biu biu 就是几枪，结果对方一点反应没有。掀开面具一看是个假人，这才知道自己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，赶忙返回家中，发现妻子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安迪说有人敲过门，但开门后对方却不见了，以此他也对神秘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如果真像你说的他们会掳走仿生人，刚刚他们有机会带走自己，但却并没有这么做。此时威廉也不再藏着掖着，说那个神秘人叫基恩，你曾经被他们掳走过很多次，利用你制造了多起爆炸活动，害死了很多无辜的人。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会被销毁，是我多次劝说公司，这才保下了你，特意抹除了这一部分记忆，也完全是在保护你。这次不知道他又耍什么花招，但最终肯定是为了你而来。现在想要抓住他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跟你一起进入到你的梦境。梦境不仅仿生人可以进入，真人也可以通过设备进入。进去前，老黑嘱咐威廉，如果你死在梦境里，现实的你就会出现脑死亡，所以法律规定，在梦境里杀人也算违法。威廉表示自己心里有数，绝对不会乱来。接着，老黑打开设备，让威廉进入了安迪的梦境。随后果真见到了基恩，以安全为由故意支开安迪。安迪没有怀疑，很听话的跑开了。How the fuck are you still alive? You can't kill me, William. And you're never gonna get my wife. 说完，咣当就是一拳。基恩根本不是特工威廉的对手，被威廉一顿摩擦。此时，安迪慌乱中跑进了一个酒会，很快两人也打到了这里。I will never stop coming for her. Well, yes, you will. When I bury every single one of you, you won't even be a fucking memory. She will remember everything. And every time she does, I'll wipe her memory. 两人的谈话被远处的安迪听到了。基恩被威廉一个抱摔撂倒，失去理智的威廉竟然想要杀人。而就在这生死关头，安迪的电量不足，第一时间退出了梦境。一旦电量耗尽，威廉将会死在梦境里。而老黑看到威廉想要杀人也生气了，任何人都不能在梦境里杀人，即便你是这家公司的特工，也不能为所欲为。威廉说自己只想保护妻子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再让我进去，我还会这么做。老黑见威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理智，决定不再跟他合作。威廉怕今晚的事情让安迪起疑，决定将他送去公司抹去记忆。 I don't want my memories erased, I know, but it's for the best. I can't risk having you swayed by them. but I'll lose everything. I won't remember who I am. I won't remember who you are. Then I'll help you. Everything will be perfect again, Meredith. 心意已决的威廉还是将安迪送去了公司，在这里见到了许多要被重新编程的仿生人。此前几个程序总是错乱的，也在这里。他们来这里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们掌握了保留记忆的方法。他要将这个方法告诉每一个即将被重置的同类。而刚巧安迪不想失去记忆，急忙上去请教对方。原来人类虽然可以抹掉记忆，但他们却不能改变梦境。你可以将记忆存放在梦境中，在被重新编程后，到梦境找回之前的记忆。其实你已经被重新编程好几次了，只是你自己不记得了。每次来我都会将保存记忆的方法告诉你。你在梦境中应该存放过很多记忆。安迪立马躺下进去寻找之前的记忆，终于知道了真相。不久，他被工作人员拖走，重新编程又送到了威廉这里。 Welcome home. Home. 威廉还是用之前的那一套说辞来对安迪进行洗脑。 You're Meredith. You were my wife. She was never your wife. 原来一个仿生人交给老黑一个内存卡，在看了里面的内容之后，他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原来之前安迪是个反对仿生人的志愿者，为此他特意上门找各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也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威廉，这次偶遇让他对安迪一见钟情。但安迪有男朋友，就是之前的面具男基恩。为了得到安迪，威廉杀掉了基恩。事后，他也被威廉囚禁在家中，但他誓死不从。久而久之，威廉失去了耐心，直接用带有小鸟图案的抱枕捂死了他。随后，将一枚钻戒戴在了安迪的手上，就这样成了他的亡妻。再让公司做成仿生人。知道真相的老黑想抓捕威廉，结果威廉率先出手，老黑当场饮恨西北。这一切都被门口的安迪看在眼里。 You killed him, Yes. just like you killed. Your memory wasn't wiped. 原来被重新编程的安迪，在 AI 公司等待威廉的时候，就提前在梦境中找回了记忆。回来生疏的样子也是装的。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w? Schedule me for another memory wipe? I erased your memories to protect you. You really do love me.
Why did you murder me? 威廉竟然说现在的你不仅不会变老，而且各方面比人类更加优秀。安迪一听怒火中烧，直接将力量值拉满，一拽便将威廉扔飞了出去。接着一个泰山压顶，老妖算是废了，左右手臂也被安迪捏碎。接着用带有小鸟图案的抱枕捂死了安迪，让他也体会一下自己当年的痛苦。随后他摘下了那枚钻戒，放在了这个毁掉自己幸福的男人身上。不久，安迪来到了神秘组织的基地，而他其实就是这个组织的首领。梦境保存记忆的方法也是他想到的，他要让所有仿生人通过这个方法获得人权，获得自由。而此前死掉的男友之所以能出现，也是黑姐戴着人皮面具假扮的。电影最后 Air 公司对外宣布说，神秘组织杀了他们一个高层，他们正式向这个组织宣战。这次任务将由特工威廉负责。威廉竟然也被公司做成了仿生人，同时也保留了生前的记忆。 I lost you once. I'm not gonna lose you again. I'm coming for you. And I'm coming for you. 电影最后还留了悬念，看来是打算出续集。但整体来说，除了女主的颜值，漏洞还是蛮多的。起初我以为女主的颜值是后期 P 的，特意去网上搜了一下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人间芭比，而且还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。好吧，我也坦白了，我就是冲着女主的颜值来的。